日本二战后为什么不像德国一样被瓜分？确实差点给他分了呀，没分裂成也怪苏联聪明反被聪明误。我们知道1945年2月，美英苏三国召开了雅尔塔会议，会议主题呢就是规划战后世界新秩序。说白了，仗打完了，该分蛋糕了。此时美国和咱们中国在对抗日本的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。那罗斯福为了争取苏联对日宣战，然后就想着参照德国模式，提出战后的日本由中美英苏四国共同分治。在这份方案中，苏联占领日本北海道以及本州北部地区，美国呢占领本州中部地区，英国占领九州岛以及本州西部地区，咱中国占领四国岛地区，首都东京由四国分占，大阪由中美分占。那斯大林看到这份方案非常高兴，毕竟苏联天生对于领土扩张看得比命还重要。但此时苏联的重心仍然是欧洲本部，并且在雅尔塔会议中接下了主攻柏林的重任，并没有更多的精力对日宣战。同时苏联心里也清楚，晚一点对日战争也能更多的消耗美国的实力。一直到了5月9号，苏联军队攻克柏林，德国法西斯覆灭，苏联成为了欧洲战场最大的赢家，按理说能腾出手来对日作战了。但此时美国和日本正在太平洋进行冲绳战役，这场战役从1945年3月持续到了7月，美军死伤将近8万人，日本直接死亡11万人。苏联一看，索性选择按兵不动，让美日双方互相消耗。但让苏联没想到的是，紧接着老美把原子弹给研制出来了，然后在1945年8月6号和9号给日本连吃了2颗大蘑菇。原子弹这种单核的杀伤性确实震惊了全世界。苏联一看，生怕日本招架不住，对美国选择投降，完全落入美国之手。于是，在8月8号紧急宣布对日本出兵，先是出兵咱们中国东北，然后日本在8月15号正式宣布对美国无条件投降。于是，在日本宣布投降后的第4天，苏联又发动了千岛战役，占领了日本的北方4岛与库页岛南部，紧接着又准备出兵来拿下日本北海道，以此想要控制半个日本来制衡美国。如果事情就此打住，那么日本的命运和朝鲜半岛一样，分裂成由美苏主导的南北分治。